香港開埠至今180多年，政府為市民提供唔少嘅公共服務。今日我哋以手機通訊作為聯繫，非常方便。但係喺網絡發展之前，寄信就係一個最普遍嘅遠程溝通方法。郵政服務就係當時重要嘅公共服務。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座已經消失咗嘅建築物——舊郵政總局。舊郵政總局大樓坐落喺香港島畢打街與德輔道交界，即係而家嘅環球大廈嘅所在地。大樓喺1911年建成，1976年清拆。期間，大樓一直係香港郵政處嘅總部，與各地郵政機關緊密聯繫，服務市民65載。舊郵政總局大樓為市民提供全面嘅郵政服務，包括市民熟悉嘅櫃台服務，以及負責郵件收送嘅各種工序。此外，大樓亦曾提供當時由郵政署負責管理嘅電訊服務，以及設有其他政府部門嘅辦事處，儼如一座政府綜合大樓。香港首間郵政局喺1841年設立，坐落喺聖約翰座堂現址嘅附近。其後喺1846年遷往皇后大道與畢打街交界嘅前總登記官署大樓。19世紀末，郵政局急需擴展同埋重整，政府於是建議將郵政局同埋其他政府辦事處集中喺同一棟大樓，方便處理政府日常事務。畢打街同埋德輔道交界，鄰近卜公碼頭，四周有主要幹道環繞，方便市民之餘，亦有利發展郵政業務。因此，政府喺1902年決定喺該處興建新嘅郵政總局。經過8年嘅策劃同埋建造，郵政總局大樓喺1911年6月19號正式啟用。舊郵政總局大樓由 Denison、Ram and Gibbs， 即係丹尼遜、林和哲士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大樓設計嘅時候正值維多利亞時期，當時第12任港督卜力爵士認為呢個大樓係一項重要嘅公共建設，應該以高規格嘅建築物料興建。建築師揀選咗花崗石呢一種當時屬於較昂貴嘅物料嚟建造大樓嘅主要立面。至於其他牆身，則採用廣東紅磚，表面再以廈門磚築砌。大樓嘅外牆結構彩繪，以紅磚同埋花崗石本身嘅顏色喺立面上砌成間條圖案，形成鮮明嘅對比效果。呢個正係維多利亞哥德式全盛時期所流行嘅裝飾手法。大樓亦採用咗英國文藝復興式嘅設計風格，呢個風格常見喺英國較宏偉嘅建築物中，以豐富嘅裝飾彰顯其壯麗堂皇嘅氣派。其特色包括對稱嘅立面設計，採用分段橫向石料設計嘅地下柱身，拱頂上稍為誇大嘅楔形拱石，遊廊間嘅圓拱廊、閣樓同埋屋頂上多個山牆等。舊郵政總局大樓樓高4層，設有地庫，建築物面向3條主要街道，上層為不同政府部門嘅辦公室。大樓嘅主要公眾入口位於畢打街，可通往郵局大堂。其上方嘅三角楣飾有一個捲邊橢圓嘅裝飾，上面刻有 GP， 即係郵政總局嘅英文縮寫。三角楣飾下方則刻有 Hong Kong General Post Office AD 1911，即係
香港郵政總局，公元1911年。舊郵政總局大樓嘅主立面面向北打街，左右對稱，兩端各設一個閣樓。中央部分闊3開間，地下嘅主入口上方飾以三角楣飾，突出咗整個主立面嘅中軸部分。喺3個主要立面嘅上邊，遊廊嘅兩端同埋正中央位置均有向外突出嘅露台，喺視覺上倍添趣味。位於主要街道夾角嘅兩個閣樓係大樓最矚目嘅地方，當中用咗好多漂亮嘅建築元素。兩個閣樓嘅頂部分別建有一個八角形嘅塔尖，上方設置一個小頂塔，地下則有愛奧尼亞式嘅石柱，而整個閣樓立面上均有多個捲邊橢圓嘅裝飾。另外，閣樓嘅圓拱同埋山牆上嘅窗戶更有哥德式風格嘅窗花格設計。以上種種都係舊郵政總局大樓豐富多彩嘅建築裝飾。除此之外，大樓嘅外牆有深闊嘅遊廊設計，能有效遮擋太陽，呢個係殖民地時期常見嘅建築特色。遊廊間用咗以石米飾面嘅花瓶型欄杆，呢個係工廠預先製造嘅建築構件，為工業革命嘅產物之一。舊郵政總局大樓嘅屋頂由多個金字形屋頂交錯組成，以木椽子同埋木梁所組成嘅構架所支撐，而遊廊同埋地下中央部分嘅上方則蓋以鋼筋水泥平頂。雖然舊郵政總局大樓已經一去不復返，要欣賞佢嘅壯麗雄姿，就只能夠靠當年嘅舊照片。不過喺大埔嘉道理農場有一個景區，稱為四柱擎天，嗰度可以讓大家懷緬一番。1976年，郵政總局拆卸之後，一位抗戰英雄梁潤昌成功喺拆卸工程公司取回4支大圓柱，讓佢哋逃過堆填嘅厄運，並且贈予荷里士嘉道理爵士，以表雙方嘅友誼。呢4支大圓柱正正就係剛才提及喺大樓嘅閣樓地下嗰4支愛奧尼亞式嘅大石柱。如果想懷緬一下當年嘅郵政總局，可以去嘉道理農場探下佢哋啊！郵政歷史當然唔止咁少，建築分享到呢度，下次再同大家道理 talk，睇下郵政總局裏裏外外有趣嘅事情。